风言风语，俄外长逆天言论。波兰呼吁设立禁飞区，北约与俄罗斯直接作战。伊斯坎德尔升起待发，俄罗斯模拟导弹攻击波兰。美国军官现身俄白联合军演。乌克兰2026年国家预算草案，军费超1000亿欧元。爱沙尼亚新援助计划，丹麦建造火烈鸟导弹燃料厂。战俘重回战场，俄军的战场循环。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最近这段时间，俄罗斯无人机跟疯了一样到处乱窜。先是几十架无人机跑到波兰，给北约来了一波惊喜，之后又跑到罗马尼亚，再次侵犯北约领空。波兰与罗马尼亚谴责俄罗斯国防部后，俄罗斯的回应堪称逆天。无人机乱跑就算了，俄罗斯还不认。事件发生后，波兰外交部已召见俄罗斯驻波兰临时代办安德烈·奥尔达什。谁也没想到，奥尔达什主打一个不承认。什么？你说这是俄罗斯无人机，有证据吗？入侵罗马尼亚领空后，罗马尼亚召见俄罗斯大使利帕耶夫，结果这人的言论更逆天，当晚就表示无人机入侵罗马尼亚领空，这是基辅政权的蓄意挑衅。这些字火力军都认识，但组合到一起就有点搞不懂了。就结果来看，俄罗斯不仅不承认，还把脏水泼到乌克兰身上，认为乌克兰想要把情况扩大，所以派遣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不得不说，这个思路很是清奇，不仅能把锅甩出去，还能挑拨欧洲与乌克兰的关系。乌克兰也没办法自证，这就是一个陷阱。不过这种小伎俩一点用都没有。乌俄战争爆发至今，俄罗斯无人机频繁进入周边国家领空，信誉早就没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耍无赖也就证明俄罗斯也不知道怎么回应，只能这样和稀泥。俄罗斯无人机一直乱飞，波兰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呼吁北约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加强防御。这个设想能实现吗？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呼吁，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拦截冲向北约国家的无人机和导弹。西科尔斯基甚至提议，德国或北约在北海建立海上控制区，限制老化的影子舰队进入波罗的海。波兰这是想在空海两方面限制俄罗斯。从技术上来说，北约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效果也很好，不仅可以保护北约国家，也能保护基辅。只是这不是波兰能单独决定的事情，需要与盟友共同决策。就当前的情况来看，禁飞区的想法很难实现。这不是北约第一次提出设立禁飞区了，早在2022年3月，北约就讨论过禁飞区的想法。不过这意味着北约飞机直接与俄罗斯交火，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成为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对抗。于是禁飞区没能设立。当时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表示，北约不会直接参与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因此也不会应乌克兰要求在其上空设立禁飞区。北约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北约成员国的安全。欧洲讨论对乌安全保障时，英法也提出过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但最终也没什么确切的消息。这次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俄罗斯这是入侵波兰，侵犯北约领空，北约有理由也有能力设立禁飞区。波兰外交部长也在这个时期提出这个建议，目的也很简单，保护国内的安全，顺带向盟友施压，要求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不过就跟上面说的那样，设立禁飞区也就意味着北约与俄罗斯直接作战。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说，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将被视为对莫斯科的直接战争行为。从北约当前的态度来看，其主要分为两个派系，东欧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强硬措施，也就是设立禁飞区。美英法德等国则是保守态度，在乌俄战争结束执行对乌安全保障时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在乌俄战争持续的当下，还是想要避免与俄罗斯进一步冲突。就火力军而言，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大概还是跟之前一样，停留在讨论层面，不会真的实施。当然，波兰的安全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在无人机入侵事件发生后，北约启动东方哨兵行动，盟友派遣兵力支援波兰。无人机入侵波兰、罗马尼亚，不管俄罗斯是有心还是无意，欧洲都要小心。俄白联合军演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9月12日，俄白西部2025战略演习正式启动。一般情况下，其主要在白俄罗斯境内的8场进行，但事实却是演习范围不断扩大，没有局限于白俄罗斯境内，已经蔓延到加里宁格勒了。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其炮兵操作风信子 B 榴弹炮击中加里宁格勒区的模拟阵地。按照俄罗斯的说法，演习纯粹是防护性质，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但有谁相信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在西部2025联合军演中，俄罗斯模拟了一次导弹攻击波兰的行动，甚至直接把伊斯坎德尔导弹部署在公共道路上，朝向波兰，并且还处于待发状态。其最大射程估计为500公里。这个时候，普京一声令下，导弹就能冲向波兰。
结合无人机入侵波兰，很明显这是对北约的挑衅。白俄罗斯这边现在还在建设新军事基地，地点就是明斯克以南巴夫利卡村附近。在2024年6月的时候，白俄就已经开始施工，占地超过2平方公里，大约有280个足球场那么大。专家认为可能用于部署针数导弹。对于这点，白俄没有承认，但没有用。军事分析家表示，波兰国防专家康拉德·穆斯卡认为，该设施可能是用于储存核武器。就火力军来说，俄白联合军演的目的不仅是作战训练，还是威胁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工具。为了回应俄罗斯的威胁，波兰与盟友启动了钢铁捍卫者25演习，集结约3.4万名波兰士兵及北约多国部队，包括美国陆军第5军等，动用约600套军事装备进行陆海空网多域演练，覆盖波兰全境。罗马尼亚也在筹备军演，北约部队将于9月15日开始进入该国，并停留至11月底。参演者包括来自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卢森堡、葡萄牙5国的近5000名士兵。顺带一提，美国军官也出现在了俄白联合军演。白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提到，美国军官出席军演，还有23个国家的代表观摩了军演，其中包括另外2个北约成员国，也就是土耳其和匈牙利。土耳其与匈牙利出席，火力军并不意外，为什么美国还去了？白俄罗斯国防部自己都表示，美国军官出现在白俄罗斯训练场是个意外，自己都很惊讶。按照媒体的说法，美国军方现身白俄罗斯，这是双方关系升温的迹象。目前美国已经取消了对白俄罗斯国营航空公司白拉维亚的制裁。白俄是俄罗斯的盟友，在乌俄战争开始时，允许俄罗斯从自己境内入侵乌克兰。美国与白俄关系升温只有2种可能：撬俄罗斯墙角，以及借机缓解美俄关系。各位觉得特朗普的目的是哪一个？战场之外，乌克兰通过2026年国家预算草案，并将其提交给最高拉达审议，其中国防预算将超过1000亿欧元。按照乌克兰的想法，2026年的预算支出为4.8亿格里夫纳，国防支出约为2.8亿。在9月中旬，乌克兰国防部长杰尼斯·什梅加尔就表示，在乌俄战争的背景下，乌克兰2026年的国防资金需求将超过1000亿欧元，即使战争停止，也需要资金维持军队战备水平，以应对俄军可能的新攻击。很明显，如果仅靠乌克兰是没办法承担这笔资金，2.8万亿格里夫纳，也就是683亿美元，剩下的就只能依靠欧洲了。自乌俄战争以来，乌克兰就极度依赖外部军事和经济援助。在拜登时期，美国是乌克兰武器供应的绝对主力，但好景不长，特朗普上任后，这项支持戛然而止。乌克兰急需美国的武器，则是由欧洲盟友掏钱买单。在2026年国防预算支持方面，欧洲也将是主力。当然，乌克兰也会出力。乌克兰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罗克索拉纳皮德拉萨指出，乌克兰将 GDP 的31%用于国防，这是全球最高比例。目前乌克兰每日战争开支大约为 1.72 亿美元，相较1年前的 1.4 亿美元有所提升。相比之下，虽然俄罗斯经济拉胯，但去年的战争支出更是达到了1500亿美元，这对于基辅而言，这是根本无法企及的数额。而乌俄战场就是消耗战，经济差也就意味着乌军要面临更大的压力。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发出警告，如果我们的开支少于俄罗斯，我们将开始用领土，更重要的是用生命来付出代价。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什梅加尔再次呼吁动用被冻结俄罗斯资产来资助乌克兰国防。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笔资产的本金大概是动不了的。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宣布，欧盟将利用这些冻结资产所产生的收益，向乌克兰提供新的重建贷款。他明确表示不会动用资产本金。未来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在援助方面，丹麦建造火烈鸟导弹燃料厂，爱沙尼亚承诺2026年将 GDP 的 0.25% 用于对乌克兰的国防援助。乌克兰火点公司，也就是建造火烈鸟导弹的企业，计划在斯克里德斯特鲁普空军基地附近建造一座固体导弹燃料厂，这是乌克兰多个现代导弹系统的关键部件。不过在欧洲这边，建造新工厂是很麻烦的，要在能源、林业、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和污染控制等领域全都达标，稍微一拖就是好几年的时间。等军工厂建好，战争都打完了。为了保证顺利建造，丹麦绕过20多项法律法规，允许火点公司为满足国防需求而无视环境法规及建筑规范。火点公司还将暂时豁免重大事故风险控制相关规定，以快速建造工厂。该法律将一直有效到2028年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厂可以随便建。丹麦当局承诺会进行持续监管，并逐步推动该工厂达到标准要求。不管怎么说，结果就是火点公司的生产线将在丹麦建造，这是乌克兰国防公司首次进入丹麦市场。就跟我们之前说的那样，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保证生产线的安全。普京再怎么勇，也不敢派遣无人机袭击丹麦。
另一边，爱沙尼亚国防部宣布，在2026年将继续提供超过1亿欧元，用于对乌克兰的国防援助。这笔资金相当于爱沙尼亚 GDP 的 0.25%， 资金将优先考虑乌克兰最紧迫的军事需求，并主要通过爱沙尼亚国防工业产品提供。即使到2026年，欧洲的援助也不会停止，甚至乌俄战争结束后，欧洲的军事援助也将一直持续下去。就像之前说的那样，欧洲将携手乌克兰一起击败俄罗斯。相比之下，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就只有一个无足轻重的朝鲜，完全比不上。武器不够用就算了，士兵也是如此。为了保证前线士兵的数量，俄罗斯又将交换回来的战俘送到前线，形成了一个循环。乌俄战场之上，俄军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循环：作战、被俘、换回、作战。从2024年2月至7月下旬，乌克兰通过超过65次战俘交换，确保超过5857人返回，其中包括士兵和平民。俄罗斯这边没有公开披露返回的战俘人数，这些人的详细信息处于保密状态，仅提及这是来自特定地区的士兵。乌俄双方的战俘面临的现实完全不同。在乌克兰，战俘主要关押在5个地点，这是在战争爆发后开始建造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的代表以及记者都可以接触到这些战俘。俄罗斯没有专门的战俘营地，而是将其关押在全国180多个拘留场所。在乌克兰战俘回国后，乌克兰人会用旗帜、喜悦和拥抱迎接这些在前线作战的英雄。俄罗斯这边迎接这些战俘的并不是鲜花与荣耀，而是下一次作战。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报道，在俄罗斯战俘回国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审讯、刑事起诉和强迫返回前线。俄罗斯人也不欢迎这些战俘。5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军事博主亚历山大·斯拉德科夫宣称，我们从医院回来的受伤士兵，当然用仪式欢迎他们，战俘应该得到照顾，但不能变成英雄。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战斗到最后被俘时昏迷不醒的人。甚至还有人声称将俄罗斯战俘送到过绿营，看看谁是自愿投降的。根据俄罗斯的法律，自愿投降被俘将被判处3到10年监禁。乌俄双方的待遇之所以差距那么大，主要原因就是战争的性质不同。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一场入侵战争，被俘不完全是一种英勇行为；而对于乌克兰来说，这是保卫国家领土的卫国战争，在前线作战的士兵都是英雄。待遇有差距就算了，俄罗斯战俘回国后，克里姆林宫又将这些人派到了前线。根据俄罗斯现有的法律，军事人员从囚禁中获释后可以重新部署，这点没有限制，可由部队的领导分配职责。这不是偶然事件，在俄罗斯这边，战俘回国之后会被集中关在一起。在莫斯科有一个军事设施，这些战俘在回国之后就会被关在这儿，时间大概为2到3周，接受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审讯。在此期间，这些战俘也没办法见到家人。之后，包括伤员在内的人员就会直接派到前线。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动员兵一旦被派往战场，结局就只有一个：牺牲。抚恤金还被上层贪没，实在是太惨了。至于活着的可能，火力军不太看好。在俄罗斯的人海攻势下，新兵上去就被嘎，或许运气好的老兵能活到战争结束。在西部2025军演上，图160也亮相了，剑指北约。俄罗斯国防部声明指出，在本次军演中，图160机队在米格31的护航下，于巴伦支海中立水域飞行了约4小时，并对假想敌重要目标实施了空射巡航导弹的战术发射演练。这个假想敌是谁，就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吧。图160是俄罗斯3位一体空中力量的核心支柱，也是目前全球服役中最大最重的超音速作战飞机，挂载多款具备核打击能力的长程巡航导弹，对敌方纵深目标构成严重威胁。演练的目的就是威胁北约，结合上面所说的伊斯坎德尔瞄准波兰。俄罗斯宣称的防御性质纯粹就是说说而已。并且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在9月16日的时候，普京也现身演习现场，声称共有10万名士兵参演。印度、伊朗、孟加拉以及布基纳法索、刚果和马利等国部队也加入了西部2025军演。上一次西部军演共有大约20万名士兵参与。几个月后，俄罗斯就全面入侵乌克兰。火力军有理由怀疑俄罗斯会故技重施或者进攻北约。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这场演习的目的是模拟占领索瓦乌基走廊，这是一条沿着波兰与立陶宛国界的狭长地段，另两侧由白俄罗斯领土和加里宁格勒包夹。为了防备俄罗斯可能到来的进攻，在演习期间，波兰向白俄边境部署约4万名士兵。在战机对付无人机方面，火箭弹成了香饽饽。实际作战时，战机拦截无人机只能选择空空导弹，价格差距太大了。面对低成本武器形成的不对称作战环境，战机必须降低攻击成本。美军就已经在 F-15E 阿帕奇直升机上配置 APKWS 导引火箭弹，用于攻击无人机，测试结果也不错，能用。
于是其他国家就摸着美国过河了。根据战区的报道，在之前的美国国际防卫安全装备展上， BAE 公司宣布要为台风战机整合 APKWS-2 导引火箭，为台风提供低成本反无人机能力。按照 BAE 公司的说法，台风战机将通过新型的欧洲通用雷达系统第二批次，精准搜索雷达截面积较低的无人机，甚至是巡航导弹的目标。APKWS-2 也是 BAE 公司研发的激光导引套件，将原来的无导引火箭弹改装为精准导引武器系统，可以安装在多种打击平台。下一代的 APKWS 则计划新增红外线寻标器，使战机具备射后不理能力，感觉跟导弹也没什么大区别了。就火力军来说，火箭弹拦截无人机的确是一条路。一般情况下，战机每个挂点仅能挂载1枚导弹，但在挂载标准火箭加舱时，一次能装备7枚火箭弹，大幅提升作战效率，拦截成本也更低。另一边，蓝源金属收购造船厂，进军海军装备市场。在欧洲各国因战争威胁加速重整军备的浪潮下，德国国防工业迎来了一波剧烈的扩张与整合。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蓝银金属宣布收购军舰制造商海军舰艇乐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并未透露交易价格。这笔交易也就意味着这家传统的陆战装备龙头正式跨足海军武器系统领域。火力军估计，蓝银金属的举动是在回应欧洲的军事装备采购潮。乌俄战争爆发后，欧洲各国的防务开支大幅提升，进行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采购。特朗普上台后，又提出将欧洲的防御交给欧洲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军火商的春天正式来临。蓝源金属收购海军潜艇乐顺也就不奇怪了。该公司是乐顺集团旗下的军用部门，在全球拥有约2100名员工，已为世界各国海军与海岸防卫队建造了约1000艘船舰。出售海军舰艇乐顺后，母公司将专注于建造民用的超级游艇。乐顺集团执行合伙人乐顺表示，鉴于日益加剧的威胁情势，我们认为国防工业内部的整合是必要且明智的。这项交易预计在2026年初完成。虽然双方已经签署协议，但还需要获得监管机构批准。作为欧洲最关键的军备供应商之一，蓝源金属不仅为乌克兰提供了战车、弹药等大量装备，其自身的扩张脚步也未停歇。上个月才刚启用欧洲最大的弹药工厂，预计到2027年，该厂的炮弹年产量将达到35万发。MQ9 出口限制松绑，强化美国军工。之前特朗普计划松绑先进军用无人机出口，现在已经获得官方证实。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卢比奥已批准一项对出口管制政策的重大重新解释，未来将更容易对外出售 MQ9 等先进无人机。在此之前，因为无人机能长距离飞行并携带武器，一直受到导弹科技管制建制协议的限制，出口程序很繁琐。解除限制之后，先进攻击无人机的出口就能像 F-16那样简单。政策调整的影响很大，在全球市场上，以色列、土耳其没有出口限制，美国的无人机制造商很难与其竞争。限制解除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早些时候，沙特就提出计划购买超过100架 MQ9 无人机。太平洋与欧洲的美国盟友也有兴趣采购美制先进无人机。接下来，美制无人机或许会迎来出口潮。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在俄罗斯入侵波兰的背景下，北约会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